Hello，欢迎来到 N 亲子书房练习曲的心理学说沟通单元，我是你们的导读人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关于沟通的家庭实践。说真的，家里的沟通真的是一门好深的学问，对吧？请你先找个舒服的姿势坐下来，深吸呼吸，稍微放松一下你的肩膀。在这份解析里，我们不谈那种冷冰冰的生硬理论，而是要用最温和、最放松的步调，一起来解开我们在家庭里那些因为太在乎对方而不知不觉打上的结。在我们真正进入内容之前，我想先轻轻地问你一个问题：你有没有过那种话一说出口就后悔的时刻？就是你明明完全没有恶意，只是想提醒一下孩子，或是想跟伴侣好好沟通，出发点真的是满满的关心。可是话一出去，对方的脸色瞬间变了，空气突然安静，最后甚至变成一场你根本不想吵的架。请你在脑海里回想一下最近一次这种让你觉得懊恼的时刻，那句话是什么呢？请先把这句话安放在心里哦，因为等我们聊到最后，你会获得一种全新的力量，把这句话用另一种更有爱的方式重新说一次。今天这份导读会给你一个非常清晰的地图，我们会先从沟通陷阱开始看起，接着聊聊什么是防御型大脑，然后进入今天最核心的3层对话流。我也会直接教给你6个超实用的句型，最后再带你做一个能马上开始的微行动。对了，记得一定要跟着我听到最后哦，因为在结尾的地方，我特别为你准备了一个非常温柔，而且对你绝对有帮助的小提醒，那会是你今天最大的收获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一部分，沟通陷阱，来看看当关心变成了冲突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其实我们常常在家庭里感到很挫折，对吧？明明我们付出了最多的爱，出发点完全是为了关心与连结，结果怎么换来的往往是沉默或者争吵。这真的不是因为你不够爱他们，也绝对不是因为你讲错了什么大道理。真正的陷阱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在于我们常常在错误的时机，用错误的顺序去讲了正确的道理。当我们把这份爱用一种很急迫，甚至听起来像在指责的方式丢出去的时候，家就不小心变成战场了。那既然出发点是好的，为什么对方会突然完全听不进去呢？这就来到我们的第2部分，防御型大脑。真的，这不是孩子或伴侣故意要跟你作对。心理学上，这个现象叫做防御型大脑。想象一下，当一个人在情绪里，或是觉得自己根本没被理解的时候，我们人类的大脑会自动切换模式哦，它会把情绪防御排在第1位，远远大于逻辑理解。也就是说，当对方情绪还在烧的时候，你讲的道理就算再完美、再无懈可击，对他的大脑来说都是一种威胁。为了保护自己，他们的大脑会直接咔啦一声锁上大门。所以他们越不听，真的不是针对你，而是大脑在尖叫说，我现在觉得很不安全啦。就像这句话说的，这也是现代依附理论最核心的概念，情绪安全感是所有沟通的入口。这句话真的很棒诶。在关系里面，人永远是先感受到我被理解了，才会愿意转过头去理解你。如果没有先建立起这个安全感，我们讲再多道理，再多期盼，都只能被关在门外吹冷风。那么到底该怎么帮对方建立安全感，打开这扇门呢？这就来到我们的第3部分，3层对话流。这个3层对话流，它不是什么生硬的话术，而是一种充满疗愈感的自然流动。我们可以把复杂的沟通简化成3个很优雅的层次。第1步是情绪，你必须先接住对方的感受。第2步是理解，让对方知道，我们不是敌人，你一定要先耐心地走完这前2步，才能来到第3步需求。这时候你再去表达自己的期待，或者是试着解决问题。记住哦，这个顺序是绝对不能颠倒的。我们来看看家里最常发生的状况。当孩子大喊我不想写作业啦，我们直觉的反应通常是什么？不行，现在立刻去写。你看，这就是直接跳到第3层。结果小孩一定反抗得更厉害。
但如果你试试看3层对话流，第一层先接住情绪，你可以温和地说，你是不是今天在学校很累，现在真的不太想写，对不对？哇，当你这样说的时候，孩子原本紧绷的小肩膀可能瞬间就放松了，因为他发现原来你懂他。夫妻之间其实也完全一样哦。当另一半抱怨你最近都不陪我，防御型的直觉回应常常是我很忙，你不知道吗？这句话一出来，双方马上变成对立面。但如果你深呼吸，试着走第一层和第二层，你可以说，你是不是觉得最近我们相处变少了，心里有点失落？这就叫做去威胁化。你等于是在向伴侣证明，我不是你的敌人，我有听到你的孤单。防备一旦放下了，你们才能真正在第3层去好好讨论时间怎么安排嘛。所以我非常喜欢这句话，这也是3层对话流最终的目的。好的沟通不是你成功说服了对方，而是对方愿意跟你站在同一边。真的，我们在家里干嘛要赢得一场辩论呢？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赢得彼此的心，然后一起去面对问题。理论听起来很棒，对吧？但落实在生活里该怎么说呢？现在进入第4部分，6个实用句型，这是你每天都能用的沟通工具箱。我帮你准备了6个可以立刻放进口袋的小工具。我们先看前3个。第一，回应情绪，这超级简单，就是让他知道你听见了。比如，我听见你刚刚那样说，真的很委屈，对吧？第二，转向需求，当对方在抱怨的时候，别急着防御，试着问他，那你希望我怎么做呢？这可以把情绪的漩涡转变成能一起解决的具体行动。第三是保护界限，当你感觉2个人快吵起来的时候，赶快拉回主轴。我们先把重点放在把今天的生活过好，好吗？这能保护你们的关系不被一时的情绪野火给烧毁。接下来是另外3个很温柔的工具哦。第4，接住赞美。当家人称赞你的时候，别再习惯性的说哪有啦，试着大方的收下。谢谢你这样看我，有你的支持，我很有力量哦。这对深化关系非常有帮助。第5，温柔延后。这是一招情商超高的拒绝方式。我想好好回应你，但我现在真的太累了，状态不太好，我们晚点再聊好吗？最后第6个，日常肯定，这是最重要的情感存款。像这样说，你今天自己整理了东西，我有注意到哦。你知道吗？关系的稳固从来都不是靠偶尔吃顿大餐，而是这些小小被看见的时刻。听了这么多，真正的改变其实都发生在行动里。来到我们最后的第5部分，你的本周微行动。在安子亲子书房练习曲里，我们觉得实践比知道更重要，所以这一周我想邀请你只专注练习这一件事就好，延后你的建议。接下来的3天里，当你的孩子或伴侣跟你抱怨诉苦的时候，请你稍微克制一下想帮他们解决问题的冲动，不要给建议，不要纠正，也不要解释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回应他们的感受。你可以简单说一句，我懂你现在的心情，那一定很不好受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跟你保证，只要连续试个3天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他们看你的眼神变得更柔软了，也更愿意主动靠近你，听你说话。好啦，今天的解析差不多要画上句点了。还记得一开始我请你放在心里的那句后悔的话吗？现在带着你今天学到的3层对话流，试着在心底问问自己，如果是现在的你，你会怎么重新写下这句话？其实你一直都很会说话的，只是以前的你太急着想被理解，太急着想把爱给出去罢了。我非常鼓励你在留言区写下你重新修改过的那句话，这绝对会是你家庭关系开始美好改变的第1步。最后，这就是我一开始答应过你的那个最温柔的提醒。其实，家人之间最遗憾的从来都不是冲突，而是我们明明深深在乎着彼此，却不小心让对方感受不到爱。当你开始调整沟通的顺序，你会发现你根本不需要把声音放得更大，对方也会愿意慢慢的靠近你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样温和、缓慢而且有力量的学习，真心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安亲子书房练习曲，每周给自己留一点点时间，我们一起在书房里练习把爱说好。
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分享哦。我们下次练习曲再见。